表哥家的小孩拿石头在我的车子上画画，表嫂说孩子不是故意的，不仅拒绝赔偿，还夸自家孩子有绘画天赋。不久后，熊孩子在30多辆车上留下了自己的墨宝，其中有2辆是宾利。早上出门上班时，我发现自己的车子被人划了，还是大面积那种。我当即给领导请了假，又找物业调了监控，结果发现划我车的竟然是表哥家的小孩。昨天我爸生日，表嫂一家带着那熊孩子来我家吃饭，那熊孩子5、6岁了，一到我家就各种翻箱倒柜，还把我放在洗手间的口红都给掰断了。我把他骂了一顿才老实，但没想到我的车竟然被他给划了。根据监控上的时间显示，那熊孩子划我车的时间正好是在被我骂过之后，这让我很难不多想。我当即给表哥打电话，但对方没接，现在是上班高峰期，估计是在开车。然后我才打了表嫂的电话，她现在怀着2胎，没有上班。电话接通，我便直接说道：表嫂，昨天小波把我车给划了，这事儿他有跟你们说吗？表嫂有几秒的沉默，然后很惊讶地说：没有啊，你的车被划了吗？会不会是弄错了？我们家小波很乖的，不可能做那种事。表嫂这话让我差点忍不住笑了。就他们家那熊孩子，上个幼儿园3天2头请家长，最后被人家幼儿园劝退的，还有脸说他很乖。我阴阳怪气道：没弄错哈，有高清监控的哦，就是他画的。听到我说有监控，表嫂顿时不说话了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表嫂才说：小孩子不懂事，划了2下不是什么大事儿，我赔你200块钱可以了吧？200块钱？亏他说得出口，我皮笑肉不笑的道：表嫂，我那车好几10万买的，你那200块钱赔不下来。表嫂的语气有些不耐烦地说：我不懂你那些，就划了几下而已，花几10块钱买瓶喷漆喷一下，你还能剩100多呢。听到表嫂这话，我算是知道那熊孩子的性格是怎么养成的了。我当即把我拍的车身上的划痕照片和监控一起发给表嫂，我说：表嫂，你自己看看，这可不是划几下哈，小波他这是在我车上画画呢。表嫂语气不善地说：我先看看。过了一会儿，表嫂的态度就变了，她轻笑道：孩子那么小，又不是故意的，你就不要咄咄逼人了吧。说真的，我发现小波还挺有绘画天赋的，你看现在你这车多特别呀，全世界仅此一辆，等以后我儿子成了知名画家，那你这车肯定很值钱，算起来还是你赚了呢。我被他的无耻给整无语了，我不想跟他废话，直接问道：听你这意思，是不打算赔钱了是吗？表嫂叹了口气说：陈威，大家都是亲戚，你咋还那么斤斤计较呢？再说了，我儿子又不是故意的。行，我冷哼了一声，那就报警处理吧。就在我准备打电话报警的时候，我接到了表哥的电话，他问我找他有啥事儿。听到我说他儿子把我车划了以后，他的态度竟然和表嫂如出一辙，我气得直接挂掉电话，然后报了警。警察在了解了情况后，又查看了我提供的监控视频和通话录音，然后就告诉我让我等消息。但晚上7、8点的时候，我表嫂就在家人群里艾特我，她说：陈威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多大点事儿啊，还报警？有你这么当亲戚的吗？我也没惯着他，直接把我车子上那些划痕的照片往群里发了一份。你儿子把我车划成这样，你还一口一个孩子还小，不懂事，不是故意的，要赔我200块钱了事。我不报警，你们会老实赔偿我的损失吗？答案肯定是不会的。我这表哥家其实一点都不穷，我二舅和二舅妈都蛮会挣钱的，但不知道咋回事，一家子全都特别抠门不说，眼皮子还特别薄。我这表嫂以前每次来我家都喜欢要点东西回去，我很怀疑那熊孩子到别人家喜欢翻箱倒柜的习惯就是跟他爸妈学的。表嫂回道：我又不会开车，哪懂补漆要多少钱？反正车子又不是我划的，谁划的你找谁赔去吧。我给他回了个微笑脸，然后说没关系，那咱法庭见好了。或许是看我要来真的。一到周末，表哥就把那熊孩子带来我家赔礼道歉。以往他们来我家都是开车来的，但今天他们没有开车。据表哥说，他们是坐公交车过来的。表哥把他们拎来的香蕉往桌上一放，就往熊孩子的屁股上来了一巴掌。快点跟你表姑道歉。他把熊孩子往我跟前推了推，你把你表姑的车子划花了，你表姑正生气呢。那熊孩子梗着脖子，爸你打我，我要告诉奶奶，让奶奶打你。至于我，他连看都不看一眼，让你给你表姑道歉，你听见了吗？表哥做事就要打那熊孩子，我妈跟我对视了一眼，我们都明白表哥是把熊孩子弄来演戏来了。我不想让我妈为难，于是我主动说道：表哥，你这是在干嘛呢？小波做错了事情，你可以带回去慢慢教，带来我家打是几个意思？表哥顺势收回手，这孩子不打不长记性，他做错了事就该给个教训。我摆了摆手，我只让你们赔钱，可没让你们把孩子带来我家打给我看哈。表哥顿时脸都绿了，那熊孩子还跟我叫嚣赔钱？你想得美，我们家才不会赔给你。表哥脸色一变，连忙捂住熊孩子的嘴。陈威，这事儿都怪我们没把孩子教育好，你放心，回去我一定好好教育他。我啧了一声，说：表哥，你好歹还是个高材生呢，咋这么简单又直白的话都听不懂呢？我的诉求就是你们给我赔修车的钱，至于你们家的孩子，你们想怎么修理，那都是你们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。表哥顿时一脸为难。陈威，我今天来其实就是为了这事儿。你嫂子怀着孕没上班，小波还在上幼儿园，家里就靠我一个人的工资撑着，确实没什么余钱来赔你了。表哥愁眉苦脸地说：要不这样行吗？你嫂子生2胎摆满月酒的时候，你反正也是要给红包的，不就将那红包钱算作是赔你的修车钱了？我跟我妈都被他这番话给惊呆了，原来还有厚着脸皮来预支红包的，哪来的脸啊？但我表哥还在继续，他说：你看你也不缺这点钱，何必这么斤斤计较？大家都是亲戚，脑太僵了也不合适吧？我真的被他给气笑了，银行也不缺钱，你咋不去抢银行呢？我冷笑着问，我妈坐在一旁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没有要阻拦我的意思。我说：叫你一声哥，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亲兄弟还明算账呢，更何况你这还是表的。我表哥一听顿时不乐意了，陈威，你这话说的未免也太难听了吧？
屁大点小事儿你还揪着不放了，那你倒是赔钱啊，老老实实把修车钱赔了，不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吗？我嘲讽道，不想掏钱还搁着装啥装？表哥见我没有要忍让的意思，便把目光转向一旁默不作声的我妈身上。小姑，陈薇这样，您难道就不管一管？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谁跟你是一家人？我出声打断他的话，你要是不赔钱，那你就是被告好吗？我表哥被我气得脸都黑了，他怒气冲冲地问道，陈薇，你非要把事情做这么绝是吧？我点点头，是的，没错，我还能做得更绝呢，你要不要试一试？行，我表哥伸手指了指我，你以后别再出现在我家，否则我直接给你撵出去。我指着门口道，那现在先请你从我家滚出去。表哥猛地拉起那熊孩子就往外走，甚至连他带来的那兜子水果都没忘带走。你表哥这太不像话了。我妈直叹气，我长舒了一口气，说管他呢，我该起诉起诉，您跟我爸别跑出来拦我就行，我是不差那点钱没错，可我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。那傻 X 熊孩子把我的车给划了之后，一家子没有一个站出来诚恳道歉的，就这还想让我不追究？想得美，这种极品亲戚还是趁早绝交的好。我这边在准备起诉，没想到我表哥那边倒是先恶人先告状了。其实也不能说是告状，他回去后就把我让他赔钱的事情添油加醋的发到朋友圈里吐槽，还把我还有我爸妈给屏蔽了。过了2天，我一个表妹截图发给我，我才知道这事儿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在他们家那边的家人群里造谣这事儿。我妈当即气得要回去找他们一家理论，我把我妈拦下来，妈，您跟他理论有啥用？他们一家子都是无赖，难道就任由他这么污蔑你？我妈也被气得半死，我对着我妈摆摆手道，当然不是，他想闹，那咱就陪他好了。我妈狐疑地看向我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我冲我妈眨眨眼，回头您就知道了。我花了点钱点了2个跑腿的，一个去他们公司，一个去他家的小区门口，拿着大喇叭喊他赔钱。这招有点损，但有效。当天晚上，表哥就气急败坏地给我打电话，行啊，陈薇，你够狠，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这不是你先起的头吗？我气定神闲的道，再不赔钱，回头我去你儿子的幼儿园放，反正丢脸的又不是我，我耗得起。我那表哥沉默了好久，才咬牙切齿的道，把4S店的账单发和你的付款截图发给我。我忍不住笑了，早点赔不就没事了吗？这人就是爱犯贱，截图和账单发过去好半天，我却一直都没收到表哥的转账，正准备打电话催他一下，我妈却一脸兴奋的回来了，微微出大事了。我看了一眼我妈的表情，然后说，妈，你一边嚷着出大事了，一边又是这种幸灾乐祸的表情。我妈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水，说，你表哥那儿子又惹事儿了。好家伙，我顿时来了兴趣，那熊孩子又干啥了？我好奇地问，其实以他们家那种教育方式，不惹事才怪了。逢年过节亲戚间走动的时候，那熊孩子走到哪儿都能惹人厌。家里有小孩那种，他就喜欢欺负人家小孩，或者是抢人家的玩具；家里没小孩的，他就喜欢在人家翻箱倒柜搞破坏，偶尔甚至还会偷走一些小东西。今年过年的时候，就偷了我几百块钱的现金，那几百块钱还是过年的时候跟别的亲戚打牌赢的，我就随手放房间的抽屉里了。结果我那表嫂带着他那宝贝儿子来拜年，走的时候，那熊孩子就把我那几百块钱给顺走了。几百块钱对我来讲并不多，但这种行为实在过于恶心。当时我就气得想直接在群里把这事儿说出来，还是我妈把我给拦下来的。对于这熊孩子，我有时候真的恨不得给他2耳刮子。所以在听到他又惹事儿之后，我简直想开瓶酒庆祝，简直活该。我妈一脸幸灾乐祸的道，刚才你小姨给我打电话说那熊孩子在他们小区里划车玩，一连划了30多辆才被发现，其中有2辆还是宾利呢，被人家车主逮个正着，当场就报警了。好家伙，我听得目瞪口呆，这熊孩子吧，他们不教育，总有人会替他们教育的。我妈忍不住笑，听说你表嫂这会正哭着呢，30多辆车，最便宜的都是20多万的，全部赔下来还不知道得多少钱。我默默地在心里估算了一下，不好说，要都是20多万的还好，但其中有2辆宾利，那可就贵了。最重要的是，还不知道那熊孩子是在车上画画了，还是单纯的划了一下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表哥一家这回都要大出血了。但我只想骂一句，活该。但我没想到，这把火竟然还能烧到我头上来。那熊孩子竟然跟警察说，他划车的事情是我教唆的，因为他之前不小心划我的车，他爸妈和我发生了点矛盾，所以我就怀恨在心，教唆他去划别人的车。那熊孩子说的有鼻子有眼，表嫂一听就不干了，叫嚷着要报警抓我。警察那边就把我叫过来询问了。我听到这事儿的时候，真的满脸问号。我原本以为那熊孩子也就是单纯的惹人厌，没想到小年纪竟然就学会撒谎诬陷人了，而且还是在警察面前。我不得不佩服他的心理素质，很多成年人到了警察面前都慌的一批，他一个还在上幼儿园的人，竟然都能在警察面前面不改色的撒谎了，佩服。不过警察也不是吃素的，再三追问后，还是还了我的清白。但我那表嫂可就不乐意了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个背锅的，哪能这么轻易放弃？他直接挡在我跟前，神情激动的道：“陈薇，一定是你，不然我们家小波那么乖的一孩子，怎么会随便去划人家的车？”我飞快的往后躲了躲，可别在这血口喷人了。你儿子把我车划了的事情，这也才没过去多久吧？你这是选择性失忆了？表嫂恼羞成怒，就想冲上来跟我动手，表哥眼疾手快拦住他，提醒道：“你现在还怀着孕呢，小心点。”我妈则趁机赶紧把我拉走，她边走边道：“以前还真没看出来，这家人竟然能无耻到这种程度。”我笑道：“您现在看出来了也不迟，早点断交，早点快乐。”我妈这人心软，之前表哥表嫂一家再怎么恶心人，她都念在是亲戚的份上，让我多包容。这次能让她醒悟过来，倒也算是个意外之喜。不过让人起脸输出了还不报复回去，可不是我的性格。表哥一家子跳了这么久，我要是不回敬一下，那可就包子了。我找人去帮我查了表哥他们一家的事情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嘛。结果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，我那表嫂在跟我表哥
确定关系前，竟然是在足浴店上班的。这要是正规的倒也没什么，但是那个足浴店并不那么正规，里面的技师很多都会跟自己的顾客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，有的甚至还会和多个顾客暧昧，然后再借机让对方去店里充卡。我那表嫂的外形条件还不错，在那家足浴店里还挺受欢迎的。根据调查得知，她当时还被一个有家室的人给包过，对方给她在外面租了房子，两人在外面还以男女朋友相称。至于我表哥，同样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在外面也有个相好的，至今都还在联系。查他俩的事儿虽然花了点钱，但人家连照片什么的都给我弄到手了。我注册了个小号，给他俩一人发了一份对方和别人的照片。当晚这俩人就开始闹离婚，同时还牵扯出来另外一件事儿，那熊孩子竟然不是我表嫂生的。我表嫂当年生的是个女儿，同一时间我表哥外面那个相好给他生了个儿子，于是两人一合计就偷偷把孩子给换了。当时表嫂是顺产，当天下午就出院了，所以就连医院那边都没发现这事儿。但他俩吵架的时候，我表哥却说漏了嘴，然后我表嫂就给气进医院了。为了能吃到一手瓜，我花费50块钱在小区门口买了点水果，和我妈一块去医院看望他。表嫂在得知自己养了几年的儿子竟然是小3的后，情绪激动，结果见了红，被连夜送来医院住院保胎。但表哥并没有在医院，甚至就连他那公公婆婆都没来。看到我跟我妈来，他的情绪顿时就绷不住了，就跟溺水的人看到了救命稻草似的，跟我妈哭诉表哥有多过分。之前就老有人说那孩子跟我长得不像，我还以为是随了他爸，没想到自己辛苦带大的孩子竟然不是我的。表嫂已经哭成了个泪人，他家是外地的，父母这会儿还在赶来的路上。我妈也露出不忍之色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我妈还是挺可怜他的。不过她不知道，这事儿其实是我给捅出来的。表嫂的娘家人下午才赶到医院，他亲弟弟直接去表哥家，把表哥给打了一顿，完了又让人去那小3家的小区楼下拉了横幅，最后闹得警察都来了。最后表嫂把孩子打了，跟我表哥离婚。但我表哥外面那个相好并没有嫁给我表哥，在知道他的亲生儿子把小区里30多户人家的车给划了之后，就直接连夜跑路了。表哥一家赔了不少钱，这事儿闹得挺大，就连工作都给丢了。在那之后，我表哥天天在家里酗酒，喝多了就抓着那熊孩子一顿打，家里头整个鸡飞狗跳。我爸跟我妈都唏嘘不已，这好好的一个家，没想到最后搞成这样。我妈感叹道，然后就开始教育我爸，所以啊，这男人要是管不住自己，就肯定不会有好下场。我爸笑着瞪了我妈一眼，说别人就说别人，咋还内涵起我来了？我妈笑道，我没有内涵你，我是在提醒你。我被他俩逗乐了，不由回想了一下表哥一家这事儿。其实一开始那熊孩子把我的车划了之后，他们要是老老实实把修车钱给赔了，就不会有后面那么多事儿了。他们那个家没准还能继续维持虚假的和平。表哥他们掏了钱，肯定就会管教好那熊孩子，也不会有后面那30多辆车的事儿。只能说一切都是报应吧，坏事做多了，肯定是要遭报应的。全文完结。